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花莲，这座位于台湾东部的山区小镇，四面环山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宁静且神秘。对许多外地游客来说，这里是一片未被人类文明过度触碰的净土。古老的森林、清澈的溪流和奇特的自然景观吸引着无数人前来。然而，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却也隐藏着无数让人毛骨悚然的传说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尤其是关于无头鬼的故事，在当地人中流传已久，至今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背后的真相。村里老一辈的人总是用低沉的语气给年轻人讲述这则故事，提醒他们如果夜晚误入山林，千万不要迷失方向，因为一旦遇上了无头鬼，他们就再也无法逃脱这片山林的诅咒。故事传得越来越离奇，有些村民坚信无头鬼是因为某个历史冤屈才不得安宁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被某种黑暗力量操控的恶灵。无论如何，他总是在夜晚降临，带走那些胆敢进入森林深处的灵魂。这一切都没有引起外人太多的注意，直到那一天，年轻的摄影师小李的到来。小李是一名来自台北的摄影师，受朋友的邀请，他决定利用假期来到花莲进行拍摄，探索这片有着独特风光的山区。他对这些传说半信半疑，总觉得这些只是村民们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，没有什么实际依据。鬼魂、冤魂，听得多了，已经有些审美疲劳了。小李笑着对自己说，他向来崇尚理性，信奉科学，也从未在自己拍摄的过程中遇到过任何无法解释的现象。对于花莲的这些怪谈，他也不过是当作闲聊听听，偶尔用来吓吓自己和朋友。然而，当他到达花莲时，几乎一到村口就被那股浓厚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所笼罩。他注意到，村庄四周的山峦笼罩着厚重的雾气，远远望去，山脉的轮廓模糊不清，仿佛有什么神秘的力量笼罩在上面，这让他不由得产生了些许的疑虑和不安。但他依旧决定按照原计划进行拍摄。在村里的一家小客栈安顿下来后，小李遇到了几位当地的老人，他们的目光深邃，仿佛经历了无数岁月的洗礼。小李带着礼貌性的微笑向他们打招呼，顺便提起了村子里流传的无头鬼传说。你别去山里，一位年迈的老妇人低声警告他，眼中充满了警惕，山里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晚上最好待在村里。小李当时笑着回应，我只是去拍些照片，白天就回来了，不会冒险的。但老妇人却没有放松警惕，她把视线从小李的脸上移开，转向窗外那片被雾气笼罩的山脉，语气沉重地说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别去找那些冤魂，不然你会付出代价。尽管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忧虑，小李却丝毫没有将这些话放在心上。他拍了拍背包，准备第二天就开始他的拍摄之旅。晚上，他走在客栈外的街道上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微弱地照亮着街道。当他走过村口的小路时，忽然从远处传来了低沉的叹息声，仿佛有人在叫唤他的名字。他停下脚步，心头微微一紧，转头四下张望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只有那股冷冽的气息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，穿透了他的衣衫，深入了骨髓。小李声音又一次传来，这次更加清晰，几乎在耳边响起。小李感觉到一阵寒意，快速地转身，心脏跳动得愈加剧烈。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周围静得出奇，连一片落叶都没有。他心中一动，突然意识到，这座山村似乎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平静。他强迫自己摆脱了那股不安的情绪，继续走回客栈，但内心的警铃却渐渐响起。到底是自己听错了，还是这座小村庄真的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第二天清晨，小李早早地起床，准备开始他的拍摄之旅。他背上相机包，踏上了前往花莲山区的道路。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在大地上，空气清新，微风拂面，让人忍不住深呼吸。与昨夜的阴郁相比，今天的山林仿佛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然而，随着他渐渐深入山林，周围的景象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四周的树林越来越茂密，树干上覆盖着青苔，
树枝交错成一片绿荫，几乎遮蔽了天际。走得越深，小李感觉到周围的气氛愈发沉重，仿佛整个森林都在吞噬着时间和空间。尽管白天的阳光还未完全消失，但这里的光线已显得有些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气，脚下的泥土略带黏腻感。小李，停下，停下！他再次听到了那低沉的声音，语气愈发急促，仿佛从远处传来，直击内心深处。小李的脚步一滞，心头涌上一阵不安。他迅速回头，四下望去，但依旧什么也没看到，只是风。他低声自言自语，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过是大自然的声音。然而心底的疑虑却并未完全消散。他继续往前走，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深入，脚步声在寂静的森林中异常清晰，每踏出一步都感觉有无形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。他停下脚步，拿起相机对准远处的山景拍摄，镜头通过相机的取景器映射出一片幽深的山谷。但当他查看照片时，却发现画面里出现了一道模糊的阴影，仿佛是某个黑色的身影在画面边缘一闪而过。他猛地一惊，立刻回头，目光急切地扫视四周。远处的树木依旧静默，只有微风拂过，枝叶轻轻摇曳，但那一闪而过的身影却始终令他心中不安。小李，别去！这一次声音清晰的让人无法忽视，仿佛就在耳边。小李的心猛地一跳，转头四望，眼睛紧张地扫过周围的树木和空地，没有人，只有密密麻麻的树木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森林迷宫。他开始加快脚步，继续沿着小道走下去，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似乎陷入了某种怪异的循环。走了几分钟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原地，那个刚才拍摄照片的地点。四周的景象没有任何变化，树木依旧高耸入云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湿气。他皱了皱眉头，感到一阵困惑。再走一遍，走得更远一些，他又回到了同样的地方。小李，不能再走下去了。那声音再度响起，这次更加急切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感。小李浑身一震，心脏猛地跳动了几下。他转过身，看着那条原本他走过的路径，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抗拒他前行，脚步沉重，心里那股莫名的恐惧越来越强烈。他的理智告诉自己这只是精神上的错乱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然而心底的警铃却不断响起，他开始怀疑是不是某种东西正在刻意干扰他，让他无法走出这片山林。正当他想要再走一遍时，他注意到远处的一片阴影，那片阴影不再像之前那样模糊，而是愈发清晰，仿佛是一道巨大的黑色身影，正缓慢地从树林深处朝他靠近。小李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他愣住了，目光被那道身影牢牢吸引。影像没有清晰的轮廓，只有一个高大的黑影，仿佛穿梭在林间的迷雾中，步伐缓慢却异常坚定。小李意识到那不可能是普通的行人，因为那身影的动作奇异，步伐的频率和人类的步伐不符，甚至他能感觉到空气中的寒意变得越来越浓，浑身的鸡皮疙瘩瞬间爆发，毛发竖立。那道黑影逐渐逼近，近得无法忽视。小李开始感到强烈的呼吸困难，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脚步也越发沉重。就在这时，阴影逐渐从雾气中走出，瞬间化作一位身影高大、没有头的男子。小李的眼睛瞪大，几乎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景象。那位男子身形模糊，黑暗中只能看到他衣袍的边缘飘动，但最恐怖的是他那空无一物的脖颈，脖部的位置原本应该是头部所在的地方，却被一片诡异的黑暗所笼罩，仿佛什么都没有，甚至没有一丝血迹。小李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，他的双脚仿佛被定住了，无法动弹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只有一个念头在不停地回荡：无头鬼真的存在。那道身影开始慢慢向他走来，步伐没有声音，仿佛脚下的土地被那无形的力量压得发出轻微的咯吱声。小李的目光呆滞，几乎无法从那道恐怖的阴影中移开。小李低沉的声音再度响起，这一次声音不再是远处的回响，而是直接在他的耳边轻轻吐出。他想要逃跑，但双腿却仿佛被重重的铁链束缚住，动弹不得。
那无头鬼的身影越来越近，散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寒冷气息，彻底笼罩了他。无头鬼的身影离小李越来越近，他能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笼罩着自己，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变得越来越困难，连周围空气的温度都急剧下降，寒冷从脊椎蔓延到四肢，他几乎能听见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，伴随着耳边那无头鬼低沉的低语，小李那声音再次传来，带着一丝阴冷的颤抖，就像冰冷的手指轻轻划过他的脖颈，令人窒息。他强迫自己回过神来，想要逃跑，但脚步却如同灌了铅般沉重。无头鬼的身影不急不缓地靠近，仿佛知道小李根本无处可逃。就在小李试图挣脱那股压迫感时，他猛地感觉到身后一阵寒风扑面而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他。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！他的内心疯狂呐喊，但理智和恐惧交织在一起，强迫他回头看那不祥的身影。他的视线穿透迷雾，那片黑暗中，那个无头鬼依然步伐缓慢向他逼近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在一个无法逃脱的怪圈中，周围的雾气越来越浓，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引导着。整片山林似乎变得无比陌生，每一棵树，每一块石头都仿佛在向他传递着无声的威胁。他试图跑开，但走了几步后，周围的景象却开始变得模糊，曾经清晰的小路变得曲折难辨，树木的形态也变得扭曲，仿佛进入了一个不断变换的迷宫。小李那声音再度响起，仿佛直接在他耳边低语，那种声音既近又远，令他无法分辨是来自现实，还是来自他内心的恐惧。每当他加快脚步，声音就愈加清晰，仿佛那无头鬼的低语正在逼近他的耳际。他一边跑，一边试图冷静下来，想着如何能从这片迷雾中找到出路。可无论他怎么转身，如何奔跑，总是会回到原地。他心跳越来越快，整个人的理智似乎渐渐被恐惧吞噬。他想大声呼喊，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，发不出一丝声音。迷雾中的阴影再次出现在他眼前，那个无头鬼的身影似乎变得更加逼真，近乎触手可及。小李不禁停下脚步，紧紧盯着那个没有头的身影。恐惧已经完全吞噬了他的理智，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逃，逃，逃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相机突然响起，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快门声，震得他差点失去平衡。小李吓得猛地回头，眼前的无头鬼似乎愣了一下，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动作。接着，那个黑暗的身影微微停滞了一会儿，突然猛地朝他冲来。小李的内心涌现出强烈的恐惧，他没有时间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。脚下的泥土像是粘住了他的鞋子，每一步都重得像是被巨大的压力压住。他拼命挥动双臂，想要摆脱那无形的束缚，却始终无法逃离。走不开的无头鬼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仿佛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。你走不出这个森林。小李的心脏猛然收紧，眼前一片空白，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脱。这片森林，这片充满迷雾和诡异气氛的山林，似乎变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用尽全力继续奔跑，然而每一次转弯，每一次停下来喘息，他都发现自己似乎回到了原点。无论他跑得多快，周围的树木、泥土、岩石、天空，这些景象都开始变得扭曲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掌控着。小李，不要再挣扎了。无头鬼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冷笑，仿佛在嘲讽他无力的反抗。小李的内心彻底崩溃了，他再次回头，看到了那道无头的身影，离自己只有不到5米的距离。无头鬼伸出手，缓缓举起一只没有头颅的手臂，朝小李伸去。那只手冰冷、死寂，仿佛没有任何生命气息。小李浑身颤抖，不知为何，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他必须面对这一切，或者他将永远困在这片山林中。他没有时间再思考，内心的一股力量驱使着他。他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定面对那道身影，放下恐惧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猛地睁开眼睛，拿起相机对准无头鬼，按下了快门。快门声响起的瞬间，周围的迷雾似乎剧烈颤抖了一下，
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强烈的寒风，刮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。所有的声音，所有的压力，似乎在这一刻消失了。小李低头看着相机屏幕，屏幕中的影像却已经不再是无头鬼的身影，而是一片黑色的空白，仿佛一切都被摄入了黑暗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，无头鬼并不是他能够对抗的存在，这个存在的背后，或许是比他所能理解的更加复杂和深沉的东西。他跌坐在地，双手颤抖着捂住脸，思绪混乱，迷雾中的黑影缓缓退去，森林似乎也恢复了寂静。小李站起身，深吸一口气，心中依然充满了困惑与恐惧。他再次回望那片阴暗的森林，心中突然升起一个问题：他是否真的已经逃脱了？迷雾渐渐散去，森林重新恢复了宁静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土腥气和树木的清香，但小李的内心依然无法平静。尽管无头鬼的身影消失了，但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并未随之消散。相反，周围的景象变得更加模糊不清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变幻无常，时间和空间的流动也似乎失去了意义。小李的心脏仍在剧烈跳动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然而，恐惧的阴影却紧紧缠绕着他，无法挣脱。那种无头鬼的存在，带给他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恐惧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侵蚀，让他开始质疑自己所处的现实。他回望四周，眼前的景象依然熟悉，却又显得那么陌生。那些高耸的树木，错落的石块，仿佛一切都在暗示着什么。然而，这一切究竟代表着什么？无头鬼的突然出现，是一种巧合，还是早已注定的命运？他决定找回自己的理智，摆脱这片迷雾，走出这片诡异的森林。他继续沿着小道前进，但每走一步，心中却愈发沉重。尽管前方的路看似平静，脚下的泥土依旧湿滑，但他总感觉自己正一步步走向一个不可知的深渊。走了不知多久，他忽然发现前方有一座破旧的木屋，孤零零地矗立在树林深处，屋顶已经破损，墙面剥落的漆黑中透露出一种腐朽的气息。小李心中一紧，心跳不由得加速。他知道这座小屋一定与他目前的遭遇有所关联。他靠近那座木屋，推开吱呀作响的门。屋内光线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腐朽的气息，屋角堆满了废弃的家具和破旧的杂物，仿佛一个久被遗弃的地方。小李的脚步逐渐变得沉重，尽管他知道这里充满了危险，但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他无法回头。在屋内的一角，他突然注意到墙上有一幅模糊的画像，那是一幅古老的油画，画面上描绘了一个高大的男子站在森林中，眼神空洞，面容扭曲。而最让他惊恐的是，那名男子的脖部空荡荡的，没有头颅。小李那声音又一次响起，轻柔而阴冷，仿佛来自四面八方。你终于明白了吗？小李猛地回过头，屋内依然空无一人，唯有那幅画像仿佛在嘲笑着他的无知。他的手微微颤抖，伸向画框，轻轻触摸画面。突然，他的指尖触碰到了一块金属物体，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冷意。他将金属物体小心地从墙上拆下，那是一块奇异的名牌，上面刻着一段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的文字。小李努力地读着上面的字：此地诅咒，死亡之门，无头者永不得安宁。他心头一震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那幅画中的男子正是那个无头鬼，而这座小屋似乎与他的诅咒有关。难道说，这片森林，这个无头鬼背后隐藏着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？他不禁回想起村民们的话，山里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晚上最好待在村里。是的，所有的警告，所有的谜团，似乎都指向这一点。无头鬼早已不是单纯的鬼魂，而是一种被某种黑暗力量操控的存在。他从屋子里走出来，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恐惧。忽然，一阵冷风吹过，带来了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。小李不由得停下脚步，四下望去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无头鬼正站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。小李，逃不掉了。无头鬼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声音没有任何情感，
冷漠的如同冰冷的铁钩。你进入了我的世界，现在你是无法逃脱的。小李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，他明白自己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。无头鬼的身影开始慢慢逼近，周围的雾气再次浓厚起来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吞噬他。他的双腿如同灌了铅，根本无法动弹，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，连无头鬼的身影也仿佛在变换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无头鬼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，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冷笑。这是一个诅咒，一个无法逃脱的命运。你只不过是我冤屈中的一部分，所有的悲痛、仇恨、愤怒都将随着你一起消失。小李的眼中渐渐泛起一丝泪光，他感到自己正被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暗漩涡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如何逃避，那个无头鬼都如影随形，无法摆脱。就在无头鬼靠近的一瞬间，小李猛地抬起手中的相机，对准那黑暗中的身影，按下快门。快门声再度响起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四周的世界突然崩塌，仿佛一切都在瞬间消失。小李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，意识逐渐模糊，最后彻底陷入黑暗。黑暗吞噬了一切，整个世界仿佛在一瞬间静止。小李的意识像被锁在深渊中，四周一片沉寂，连自己的呼吸声都无法听见，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虚无世界。所有的感官仿佛都被封锁，只有一片无尽的黑暗在包围着他。然而这片黑暗中却突然传来一阵奇异的声音，像是远方传来的低语，低沉而深沉，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那声音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又像是从他的内心深处涌现，让他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。小李那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冷酷和无情。你已经进入了我的世界，你的命运与我已经紧密相连。小李的心脏再次剧烈跳动，但他却无法动弹。那种无法言说的压迫感让他几乎无法呼吸，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绝望。无头鬼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仿佛直接在他耳边低语。你不明白吗？无头鬼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，仿佛在嘲笑他。你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，你进入了这个诅咒，成为了永远无法逃脱的轮回。小李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他努力想要挣脱那股压迫感，但无论他如何努力，依然无法摆脱那沉重的黑暗。他感到自己逐渐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，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拖入了深不见底的漩涡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像是某种生物正朝他逼近。他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森林中。那个无头鬼依旧站在他面前，依然没有头颅，空洞的脖颈在黑暗中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光芒。小李，你明白了吗？无头鬼缓缓开口，语气冷静而阴沉。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鬼魂，我曾是这个地方的守护者，背负着一个无法破解的诅咒。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成为这个诅咒的一部分，永远无法逃脱。小李瞪大了眼睛，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思考着无头鬼的话。他曾听过一些关于这片森林的传闻，说这里有古老的诅咒，有无法解开的冤屈和痛苦，而这些传闻也许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。无头鬼继续道，许多年前，我曾是这片森林的守护者，我守护着这里的一切，包括生与死。可是我被背叛了，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与冤屈，我的头被夺去，我的灵魂被困在这片森林中，无法超脱。小李的心跳加速，他的意识渐渐清晰，开始试图理清无头鬼的故事。无头鬼所说的背叛、冤屈，似乎和这片森林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。我该怎么做？小李终于忍不住问道，声音充满了恐惧和无助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无头鬼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。你已经进入了我的世界，你的命运和我已经绑在了一起，你无法离开这个地方，除非你能破解我所背负的诅咒。小李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寒意，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偶然来到这里，也许一切的发生早已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安排好了。而这片森林，这个无头鬼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沉的秘密。你所经历的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。无头鬼的声音变得低沉，你看到的这些
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踏入了这片诅咒的土地，成为了我的一部分。这时，小李突然觉得周围的森林变得格外陌生，仿佛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。树木的枝叶开始弯曲，地面上的石块扭曲变形，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扭曲，仿佛他置身于一个无法逃脱的梦境中。小李，别再挣扎了，无头鬼的声音带着某种诱惑，仿佛在引导他走向深渊。只要你接受我的命运，你也将不再孤单。小李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动摇，他开始怀疑，这一切是否真的是宿命使然？他真的是无法逃脱，还是自己被自己的恐惧和疑虑困住了？然而，在无头鬼的眼神中，他看到了无法抗拒的深渊，仿佛那个无头的身影代表着一种无法逃脱的力量，吞噬着一切的存在。即便是恐惧，他也无法逃避。就在他犹豫之际，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传来，地面开始裂开，周围的森林猛然扭曲变形。小李感到一股强大的吸力从地下传来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朝着裂缝处被拉扯。他拼命想要挣扎，但四肢已经不听使唤，眼前一片模糊。他努力伸手抓住什么东西，但却什么也抓不住。最终，他掉进了那个无尽的深渊，仿佛进入了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。小李无头鬼的声音再次在他耳边响起，带着无法言喻的冷笑。这只是开始，你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。随着最后的呼声消失，小李被完全吞噬，消失在了这片黑暗的森林中。小李的意识像被黑暗吞噬，四肢沉重，心脏的跳动几乎消失在无尽的虚空中，整个人仿佛被拖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。无论他如何挣扎，都无法摆脱那种扭曲诡异的力量。黑暗的深渊似乎在慢慢将他吞噬，让他感受到一种无比压迫的孤独与无望。然而，忽然间，一道光芒穿透了四周的黑暗，那道光微弱，却异常清晰。小李的眼睛猛然睁开，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从黑暗中拉扯出来，他的身体重重地跌落在地面，耳边传来一阵响亮的咚声，像是某种巨大物体的撞击。小李艰难地爬起身，四周依然是一片朦胧的迷雾，甚至连自己的手掌都看不清楚。他心中充满了不安和困惑，刚才的黑暗究竟代表着什么？是他永远无法逃脱的深渊，还是某种未知的考验？他站起身，踉跄地向前走去，双眼努力在迷雾中寻找一丝线索。就在他低头不小心撞上一个石块时，脚下的地面突然变得坚实起来，像是刚才虚无的世界彻底消失了。忽然，他眼前的迷雾开始散开，一片清晰的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这是一个宽阔的墓地，四周布满了古老的墓碑，墓碑上刻着那些已经消逝的名字，刻痕和字迹显得十分久远，像是经过了数百年甚至更长的岁月洗礼。墓地中央立着一座巨大的石像，石像呈现出一位英武的男子形象，面容刚毅，眼神空洞，嘴角带着一丝冷漠的微笑。小李，你终于来了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小李耳边响起，带着一丝丝的回响。他猛地转身，顿时看到了那个无头鬼站在墓地的中央，仍旧是那副没有头颅的模样。小李的心脏再次跳动的剧烈，他感到自己浑身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空。无头鬼的身影依然如同梦魇一般清晰。你不明白吗？无头鬼缓缓说道，语气依然是那样冰冷而深沉。这片墓地不仅仅是我的归宿，它也是你注定要面对的命运。小李茫然地看着无头鬼，心中充满了困惑。我怎么会走到这里？这到底是哪里？无头鬼沉默片刻，终于开口，这是一片属于冤魂的墓地，每一块墓碑下埋葬的都是曾经进入这片森林的无辜灵魂，你也不例外。小李，你本不该进入这片森林，你应该遵循命运的安排。小李顿时明白了什么，心中猛然升起一股寒气。他低头看向脚下，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块墓碑前，那块墓碑上赫然写着2个字：小李。他的眼神猛地变得呆滞，他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一切。这块墓碑怎么会是他的名字？难道他已经死了吗？无头鬼似乎看穿了他的思绪，继续道：你走进了这片森林，误入了我的世界，你所见到的每一个景象都是我曾经历过的痛苦和冤屈，而你
就是我的继承者，无论你是否愿意，你都已经成为了这一切的一部分。小李的心中充满了惊愕和绝望，他紧紧握住双拳，试图从这个陌生的世界中找回一点控制感。但无论他如何挣扎，自己似乎始终被困在这个无法逃脱的轮回中。你注定无法逃脱。无头鬼的声音变得更加阴冷，这个诅咒将永远陪伴着你。你已经无法回到过去，你的命运已然与这片森林的灵魂紧紧相连。小李闭上眼睛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突然，他想起了那台相机，那台他曾用来记录这些怪异现象的相机。他忽然意识到，或许这个相机能帮助他揭开无头鬼的真相，找到破解诅咒的关键。他猛地从口袋里掏出相机，对准无头鬼按下快门，闪光一亮，随着快门声响起，周围的景象瞬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那些古老的墓碑开始震动，仿佛有某种力量在破坏它们的稳定，而无头鬼的身影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。小李！无头鬼怒吼一声，声音在空中回荡，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。你不该这样做，你无法逃脱的。然而，小李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他紧紧盯着相机屏幕。随着快门一次又一次的响起，整个墓地开始剧烈震动，墓碑纷纷倒塌，石像破裂，碎片飞散，而无头鬼的身影在不断的闪光中越来越虚幻，仿佛即将消失在这片空间中。小李，你能打破命运的枷锁吗？无头鬼的声音变得虚弱，仿佛意识逐渐消散。你真的能够逃脱吗？就在这时，墓地的中心突然裂开，黑暗的深渊再次张开了大口，吞噬着所有的一切。小李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他知道，这一次，他必须做出选择，是跳入那个深渊，还是找到解开诅咒的方法，彻底摆脱这片噩梦般的世界。他咬紧牙关，决定最后一搏。他按下相机快门，闪光灯再次亮起，随着相机闪光灯的不断闪烁，墓地的景象变得更加扭曲与模糊，无头鬼的身影在黑暗中渐渐失去清晰度，而小李的意识也开始陷入一种虚幻的空间，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推向深渊。每一闪的光芒都像是打破了他原本的世界，让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他一直试图逃避的现实，他与无头鬼的联系，甚至是他自己内心深处无法面对的真相。突然，一阵强烈的震动让小李猛然睁开眼睛，他发现自己再度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古老小屋里，墙上那幅无头鬼的油画依旧挂在那里，画面中的男子依然没有头颅，空洞的脖部仿佛能吞噬一切。屋内一片静默，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霉味和令人不适的寒气。小李，你终于明白了吗？无头鬼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仿佛那声音从屋内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包围他。小李的眼神变得迷茫和疲惫，他感到自己仿佛被困在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中，无法摆脱这片虚幻与现实交织的迷雾。无论他如何努力，似乎每次都回到了原点。你永远也无法逃脱。无头鬼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胁。你已经是这个诅咒的一部分，正如我曾是它的一部分。小李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，他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。无论他如何尝试反抗，如何通过相机的快门改变这场恐怖的宿命，一切似乎都无法扭转。他的内心开始动摇，深深的绝望袭上心头。你看到的所有一切，无头鬼继续说道，声音变得更加阴冷，只是你内心深处的恐惧投影。你曾经做过的选择，你的无知，你的背叛，才是你真正无法逃脱的罪孽。小李的眼前一阵模糊，仿佛回到了自己曾经做出的选择。那些被他遗忘的往事逐渐浮现，一个个镜头如幻灯片般在他的脑海中回放。他记得当初他是如何被那个神秘的传闻所吸引，如何被森林的神秘气息所诱惑。甚至在进入这片森林之前，他曾与几个当地人交谈过，他们提醒他不要深入森林，但他并没有听从。他总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，认为自己会成为这场灵异冒险的胜者。那时他并不理解这片森林背后的恐怖力量，也未曾意识到它所带来的危险。你背叛了自己的直觉，背叛了那些忠告。无头鬼冷笑着说道，正是你成为了这片森林无数冤魂的传人，你永远无法洗清这个罪孽。
小李的胸口剧烈起伏，他感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无尽的回恼，无论是对这片森林的探索，还是对那些深藏心底的欲望，他都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感到愧疚。每一次的选择似乎都把他推向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。他忽然意识到，或许无头鬼所说的一切并非完全是谎言。无头鬼的存在代表的不仅是某个古老的复仇灵魂，它也是他内心深处的黑暗部分。他对未知的贪婪，对未知的冒险心态，最终将他推向了这场无法挽回的灾难。你其实一直都知道。无头鬼的声音此刻变得低沉而沉重。你一直在逃避自己的真实面貌，逃避你内心的愧疚，逃避你无法面对的恐惧。可是逃避是无法解救你的。小李紧紧闭上眼睛，头痛欲裂。是的，他的内心一直有一股压抑的力量，在他做出每个决定时都在提醒他，警告他，但他却选择了忽视，选择了放任自己的恐惧和欲望，最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强烈的痛楚让他睁开了眼睛。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无头鬼的面前，那巨大的阴影遮挡住了他所有的视线。无头鬼的身影变得愈发庞大，仿佛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你现在终于明白了。无头鬼的眼神空洞，却带着一丝嘲讽。你一直在追求答案，却从未意识到，真正的答案早在你内心深处。小李深吸一口气，他不再逃避，开始凝视着无头鬼的身影。此刻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靠相机和闪光来逃避恐惧的懦弱者。他开始思考，无头鬼的诅咒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的真相。就在这时，他意识到，那些古老的墓碑，那些死亡的冤魂和他的遭遇之间，是否存在着某种奇异的联系。每一个踏入这片森林的人，是否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份诅咒。他突然明白了，无头鬼并非单纯的复仇者，他不过是这片森林无数冤魂的一部分。正如他现在成为的一样，每一个无辜的灵魂都在这片森林中徘徊，等待着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。小李，选择吧。无头鬼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。你是选择继续逃避，成为另一个被遗忘的灵魂，还是接受这一切，超越自我，解脱这份诅咒？小李的眼睛变得清澈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仿佛下定了决心。他知道，无论如何，他都必须面对自己，面对无头鬼，也面对那些早已被遗弃的灵魂。他不再做逃避者，他要找回真正的自己，去破解这场无休止的轮回。